在恐龍那個大家伙稱霸世界之前，地球到底是個什麼樣子？別以為那時候也是鳥語花香，其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地球簡直就是個瘋批。如果你能穿越回46億年前，你看到的絕對不是藍天白雲，而是一個正在冷卻的熔岩球。那時候太陽剛出生沒多久，周圍還殘留着大量塵埃、氣體和岩石碎塊，這些物質在引力作用下瘋狂碰撞，不斷聚集，從一團混亂的碎片一點點拼出了最早的地球。原始地球簡直就是一個災難現場，到處是翻滾的岩漿，火山像放煙花一樣不停噴發，天上還沒皮沒臉地往下砸隕石。這個階段叫冥古宙，說白了就是地球剛出生，還處在地獄模式的熊孩子階段，根本沒打算讓人住。海洋剛剛成型還不穩定，強烈的輻射能把任何生命直接烤成灰，這種狀態持續了好幾億年，直到大約37億年前，地球才慢慢冷靜下來，地表逐漸穩定。但這並不意味着地球就變得宜居了，大氣裡幾乎全是二氧化碳，一點氧氣都沒有。如果你能穿越過去，哪怕你憋气能力再强，不出半分鐘也就交代在那兒了。那時的世界只有波涛洶湧的黑暗海洋，崎嶇的岩石和時不時噴一下的火山。然而就在這鍋原始湯裡，生命出現了。最初的生命就是些簡單的單細胞生物，它們沒啥遠大理想，每天就是吸收點化學能量，順便排点代謝產物。也就是在這些排泄物裡產生了對未來至關重要的東西，氧氣。這些小家伙就這麼慢悠悠地活了30多億年，他們不斷複製變異，默默改變着地球的大氣。大約5.38億年前，地球終於迎來了一個真正的高光時刻，寒武紀。所謂生命大爆發，其實不是爆炸，而是一次快速演化，就像憋了幾億年的大招，突然一下全放出來了。當時的地球可能有較溫暖的海洋環境，氧气含量也明顯上升，生命一下子像被解鎖了一樣，開始瘋狂分化，長眼睛的、長腿的、長外殼的，全都冒了出來。先說三叶虫，這家伙長得像個帶盔甲的大蟲子，有的還沒指甲蓋大，有的能長到半米長。他們是當時的海洋常住居民，在地球上橫着走了好幾億年。論生存能力，後來的恐龍都只能算是弟弟。歐巴宾海蝎樣貌奇特，長了5隻眼睛和一根喙狀結構，就像自然界隨手拼出來的一樣。但当時真正的頂級玩家是奇蝦，體長接近半米，在那個普遍都是小不點的年代，簡直就是海洋裡的哥斯拉。橫着走，見啥吃啥，一對巨大的腹肢專門用來抓獵物，抓住就往嘴裡送。這種級別的掠食者一出現，整個生態瞬間被拉進高壓模式，其他動物想活下去只能拼命升級，有的長出厚厚的外壳，有的身上長滿尖刺。就是在這種壓力下，最早的脊椎動物也開始露面了，比如海口魚長得像條小鳗魚，若是弱了點，但它們代表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。後來所有的魚類、两棲動物、爬行動物，甚至我們人類都是從這一路慢慢演化出来的。可惜好景不長，4.8億年前，地球環境一下子变了天，寒武紀就這樣走到了盡頭，一大批海洋怪獸集體退場，世界重新洗牌，奧陶紀登場了。大陸板塊移動，海平面瘋狂變化，環境一變，生命又開始一輪瘋狂擴張。這時候海洋裡出現了更恐怖的玩意兒，比如板足鱟，也就是海蝎。它們長着巨大的鉗子和带刺的尾巴，體長能到 1.7 米。它們就像海底的重裝甲步兵，在淺海裡橫行無忌。但海蝎也不是老大，真正的頂級獵手叫防腳石。想象一下，一隻長達7米、長着巨大錐形硬殼、像章魚一樣的怪物在深海裡巡遊，強健力會能直接咬碎海蝎那身硬殼，就像我們嗑瓜子一樣簡單。在那個時代，防腳石幾乎沒有天敌，長長的觸鬚在黑暗中搜尋，獵物一旦被鎖定，就很難逃脫。海洋裡打得不可開交，陸地上也沒閒着，苔蘚開始上岸了。它們個頭很矮，沒有真正的根，只能貼着水邊的泥地生長。但也就是從這一步開始，植物開始往陸地上擴張了。如果你以為這只是植物多了點，那就太天真了。它們開始瘋狂吸收二氧化碳，釋放氧氣。這一吸不要緊，溫室效應沒了，地球竟然把自己給玩感冒了。隨着二氧化碳骤減，全球氣溫大幅下降，引發了一場嚴重的冰河時代。冰川覆蓋了南半球，海平面直線下降，結果就是 85% 的物種滅絕，連曾經無敵的防腳石都没能挺過去，地球再次山蕩重啟。到了滞留季，氣候慢慢变暖，冰川開始融化，生命也跟着重新擴張。
魚類長出了頜，也就是有了能咬合的嘴巴。以前的魚只能靠吸食殘渣生活，現在有了嘴，它們不僅能咬，還能撕裂獵物，脊椎動物的戰鬥力直接拉滿。但真正離譜的還在後面。進入泥盆紀，海洋霸主換成了鄧氏魚，這家伙體長8米，腦袋包着厚厚的像鋼板一樣的骨片，嘴裡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牙齒，但長着2塊像斷頭台一樣的骨板。鄧氏魚的咬合力極其驚人，咬碎防腳石那種外殼簡直就是降維打擊。在當時的海洋裡，只要被它們盯上，你甚至沒有逃跑的機會。就在鄧氏魚稱霸海洋的時候，一些魚類開始往淺水區甚至陸地邊緣一點點挪。比如著名的提塔利克魚，長得既像魚又像兩棲動物，已經能靠強壯的鳍在淺水灘上支撐身體，在水外短時間呼吸。說白了，陸地動物很可能就是被逼着上岸的。可泥盆紀末期又出事了，因為過度的森林生长導致水土流失，大量礦物質被冲进海洋，藻類瞬間像嗑了药一樣疯長，鋪天蓋地佔領了海面。可狂歡之後就是葬禮，藻類在腐爛分解時大量消耗了水中的氧氣，導致海洋大面積缺氧。這次大滅絕直接帶走了鄧氏魚，也讓三葉蟲這些老牌強隊元氣大傷。你看，植物有時候才是真正的生態推土機。海洋不行了，陸地卻進入了真正的黄金時代，也就是石炭紀。這時候的地球，森林和沼澤多到離譜，因為植物長得太瘋狂，氧氣含量達到了驚人的 35%， 這可是地球史上的巔峰。現在的氧氣含量只有 21%， 你可以想象一下，那時候的空氣吸一口簡直就是纯氧死怕。在這樣的高氧環境下，昆蟲們開始無限膨脹了。當時的蜈蚣，節胸蜈蚣能長到 2.5 米，雖然他們是素食主義者，但那體型搁誰不慌啊。當時的蜻蜓，巨蜻蜓一展將近1米，跟烏鴉差不多大。幸好當時的氧氣只夠昆蟲長這麼大，不然今天咱們拍蚊子可能得動用獵槍，打蒼蠅可能需要呼叫空中支援。也是在這個時期，動物們進化出了羊膜卵，就是那種帶硬殼或皮革質結構的蛋。這下好了，生孩子都不用回水裡了，生命終於徹底征服了陸地。但隨着大陸板塊碰撞，拼成了一整塊超大陸盘古大陸，內陸環境變得越來越乾旱，雨林崩潰了，氧氣含量開始下降。那些依賴高氧環境的巨型蟲子紛紛舉起了白旗。石炭紀結束了，取代巨蟲成為新一代霸主的是我們的遠古親戚和公綱動物。在二疊紀，和公綱动物緩慢而穩定的進化，它们的特徵越来越像後來的哺乳動物。那時候的頂級掠食者是异齒龙，背上長着一面巨大的帆，體型跟一輛 SUV 差不多大，常常被誤解為是恐龍。到了二疊紀末期，更致命的利齒獸出現了，它們長着15厘米長的獠牙，奔跑速度極快。按照這個劇本演下去，地球可能早就進入哺乳動物時代了，也沒恐龍什麼事兒了。然而 2.5 億年前，西伯利亞爆發了地球歷史上最恐怖的火山噴發，這場噴發持續了100萬年，火山釋放了天文數字般的二氧化碳，地球溫度狂飆，海洋變成了酸性的死水。這是地球歷史上最慘烈的一次大滅絕，也被叫做大滅絕之母。90%的海洋生物和70%的陸地生物一下子被抹除了。在這場浩劫中，絕大多數和公綱動物都沒挺住，只有極少數支系活了下來。二疊紀大滅絕之後，三疊紀初期，世界一片荒涼。這時候，另一支隊伍，爬行動物的祖先蜥形綱，靠着省水、耐熱的體質異軍突起。他們不用像哺乳動物祖先那樣靠排尿帶走廢物，而是把代謝產物變成尿酸排出，幾乎不怎麼耗水。因此，在乾旱的盤古大陸上，反而活得很滋潤。蜥形綱逐漸多樣化，有的下海成了魚龍，有的上天成了翼龍。在陸地上，主龍類出現了。它們進化出了直立的四肢和高效的呼吸系統，在稀薄的氧气裡跑得比誰都快。這裡面有個狠角色叫波斯特鱷，體長5米，長得像霸王龍和鱷魚的合體，是那個時代的最強殺手。同一時期，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裡，出現了一群體型不大但跑得飛快、繁殖力極強的支系。它們在陰影裡等待機會，觀察着巨型肉食動物換了一批又一批。它們就是最早的恐龍。在三疊紀的大部分時間裡，恐龍其實只是小透明，日子過得挺憋屈，天天要躲避波斯特鱷這種大佬。但隨着三疊紀末期的又一次氣候巨變，那些曾經的巨型爬行動物因為無法適應環境紛紛倒下，恐龍卻憑借輕盈的身體、極高的代謝速度和強悍的繁殖能力，終於接過了權杖。
從此，地球開啟了那個我們最熟悉的長達1.3億年的中生代帝國。地球從來沒有真正的主角，三葉蟲、鄧氏魚、巨蟲、恐龍，他們都曾經以為自己會一直存在，但結果呢，全都被時間按下了刪除鍵。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誰統治過地球，而是下一次被淘汰的會是誰。如果你也覺得這段史前往事有點意思，點個讚，我們下次繼續挖更狠的。祝你有個好夢，晚安。